结婚5年，陈宇依旧忘不掉他的初恋白月光，嫌我不打扮，花钱斤斤计较。像熬汤、做炸酱面这种事情，如果是我来做，他会觉得枯燥乏味，没有新意。但这些事如果是他的初恋白月光来做，那就是温柔体贴、善解人意。我主动提出了离婚，因为我的人生从来都不是只有他一个必选项。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结婚第5年纪念日，为了给陈宇准备惊喜，我特意早早下班，亲自动手做了一桌子他爱吃的饭菜。可是我没想到，直到饭菜凉了，他都没回家。去公司找他，正准备推门而入，房间里传出他和发小杨少奇的声音。以前苏月没回国的时候，我和程宁还能心平气和地说几句话，可是现在一回到家，看到他每到星期三固定做的炸酱面，就觉得胃里恶心。杨少奇不以为意，说到底你就是还忘不了苏月。听到这话，陈宇并没有否认。杨少奇又问，那你是打算和苏月旧情复燃？陈宇不再沉默，声音十分平静，还没想好。杨少奇深吸一口气，语重心长地劝了一句，看在是兄弟的份儿上，劝你一句，别闹得太过了，趁程宁现在还没发现，断得利落点儿，别到时候玩脱了，把人弄丢了，再后悔就来不及了。陈宇不以为意，声音止不住的得意。从恋爱到结婚，整整8年，程宁不可能找到比我条件更好的人，所以你觉得他会舍得离婚？杨少奇听到这话，沉默不语。包括杨少奇在内的所有人都已经默认了我舍不得离开陈宇这个事实，所以这段时间以来，他才更加肆无忌惮。陈宇说的这些话让我瞬间心寒，原来这么多年我为他做的一切都是让他恶心的存在。这2个字就像一柄利刃一样扎进我的心房，血淋淋的，揪得人生疼。陈宇他比谁都清楚，我和他在一起的这8年时间，我有多么小心翼翼，可他却把我对他的这份心意当作有恃无恐的筹码。他笃定我舍不得离不开他，更笃定我放不下这8年的感情。可他忘了，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会永远离不开另一个人。之所以离不开，是因为不舍得。可人如果被伤透了，失望攒够了，再不舍得也会舍得。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宝贵的8年青春，全部耗在了她的身上。可人生中又能有几个8年？苏月这个名字我是听过的，她是陈宇的初恋白月光，初中毕业就去了国外上学，从此以后念念不忘。我还记得陈宇和他的发小提起苏月这个名字时，眼里毫不遮掩的欣赏。他们说苏月一如既往的优秀，毕业以后成功入职世界500强企业，还说苏月本来没有通过面试，和他一起竞争的其他同事得到了这个职位，但苏月为了争取这个工作机会，想尽各种办法，声泪俱下的恳求面试官再给他一次机会。好在面试官当中有一个外籍华人，看在他不放弃不言弃的份上，答应了给他一个工作机会。当时他们几个人在谈这件事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皱眉评价了一句，面试从来都是以工作能力作为评判标准的，如果都像他一样靠着可怜卖惨，对其他面试者也不公平吧。话还没说完，陈宇却冷了脸色，声音带着一丝寒意，程宁，别用你那套所谓的专业理论来评价所有人，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事业顺风顺水的。同样都是女人，
你怎么一点同理心都没有？”听着他的这些指责，我当下就和他争执了起来。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成了他以及他所谓的好兄弟嘴里最没有同情心的一种存在。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我和陈宇冷战了半个月，直到陈宇主动道歉，我们才和好。自此，苏月这个名字却给我留了极深的印象。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有迹可循，只不过是我被一直蒙在鼓里罢了。停止打开办公室房门的动作，我转身开车回了家，洗漱完躺在床上。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客厅传来一阵门锁的转动声，陈宇连灯都有打开，直接回到了卧室。很快，身后的床垫凹下去一块，我装作熟睡的样子，只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敲打手机键盘的声音。也不知道他们在手机里聊了什么。陈宇起了兴致，和从前一样环住我的腰。我强压下反胃恶心的感觉，直接推开了他的手，无比冷漠。我累了，想早点睡觉。陈宇听到这话，停止了动作，随后又笑着说了一句：“适量的运动正好缓解身体疲劳。”对于自己的欲望，他从不掩饰。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会不忍心，可今天在办公室门外听到他说的那些话，我只想离他远一点，再远一点，所以我没有附和他的话。第一次有了怒意，我累了，没有兴致，听不懂吗？向来自视甚高的陈宇听到这话，自然不会再强迫我，反而为了所谓的绅士风度，一反往常的给我掩了掩背角，声音体贴：“累了就早点睡觉，工作中如果遇到问题也可以和我说。”寂静无声的夜里，我没有再说一句话。明明是躺在一张床上的夫妻，中间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距离。都说入睡前的半小时闲话时间是促进夫妻感情的调节剂，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两个已经习惯了沉默不语。之前我体贴他，为了这个家忙里忙外不容易，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在面对我的时候失去了分享欲。又过了一会儿，陈宇声音极轻地喊了我一声老婆，没有听到我的回答，动作轻柔地拿着手机去了卫生间。看着他小心翼翼的背影，我忍不住嗤笑一声。终于还是走到了这一步，他的工作、生活，包括手机，都对我设了防线。就这样，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独自回想着我和陈宇从恋爱到结婚的种种。没过多久，手机提示音叮了一声，我打开手机，原来是苏月的微信好友申请。长长的吸了一口气，终于还是点了通过。说实话，我也想看看传说中的苏月到底是何方神圣，能让陈宇这么多年都念念不忘。很快，苏月先是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把他和陈宇的聊天记录截图发了过来，有刚刚在卫生间聊的，也有之前的，话里话外，态度都无比亲昵，绝不是简简单单的久别重逢。好友叙旧，成年男女，尤其是已婚男女，该有的分寸他们全都抛在脑后。还没看完，陈宇已经从卫生间走了出来，看到房间里开着灯，目光诧异地问了一句：“老婆，你怎么醒了？”我随意找了个理由：“口渴了，喝点水。”他笑了笑，装作平常的模样：“都怪我今天加班太晚，忘记在床头给你晾一杯白开水了。”多么体贴温柔的好老公形象，想想也真是可笑。可能是觉得成功瞒天过海，也可能是释放了欲望。躺在另一侧的陈宇很快昏昏欲睡，我推了一下他的胳膊，声音涩然：“陈宇，你还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节日？”意识模糊的陈宇嘟囔了一句：“月月，别闹。”说完这句话，又似乎意识到
这是在家里，急赤白脸地向我解释：“老婆，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刚刚做梦到小时候我们几个在一起玩而已。”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声音淡淡地回了一句：“我又没说什么，这么紧张干什么？还是说你心里真有什么想法？”陈宇连连摇头，就差当着我的面发誓，俨然一副极力和苏月撇清关系的模样。和苏月发来的聊天截图里春心萌动、关怀备至的好男人形象全然不同。所以呀，舍不得这段婚姻的人并不是我。第二天一早，我没有像以前一样精心准备一桌早餐，只给自己热了一杯牛奶，煎了几片火腿，做了一份三明治。一早起床就在卫生间刮胡子、洗脸、喷发胶的陈宇，穿着一身与他平时穿衣风格截然不同的休闲装，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看着餐桌上一人份的早餐，下意识地皱了皱眉。不等他开口，我已出声询问：“怎么想起穿这身衣服了？你以前不是不喜欢这种风格吗？”陈宇眼睛里闪过一丝慌乱，很快又镇定了下来。公司最近要谈一笔生意，合作对象不太喜欢严谨刻板的着装风格。我长长的哦了一声，随口说道：“听着倒是稀奇。”陈宇不以为意：“程宁，你一直待在政务系统工作，当然不了解现在的工作节奏。一个人的穿着风格，在生意谈判中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声音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看我和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我们的工作性质不同，自然不会理解。”说完这句话，他的手机就响了起来。陈宇满眼笑意地低头看了一眼手机，随后急匆匆地换了一双鞋，出门前只留下一句：“老婆，公司出了点事，我得抓紧时间过去。”这段时间，他经常用这种借口早出晚归。我一直以为他真的只是为了工作，现在看来，不过都是为了去找苏月的借口而已。我一直以为，一段婚姻关系中最重要的就是彼此信任，所以对于他的工作，包括手机，我从来都没有刻意查过。之前我对自己的婚姻一直很自信，不会像其他人一样闹得满目疮痍。现在看来，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自以为是的笑话而已。想想也真是可笑，我程宁竟会有一天也会走到这一步。陈宇出门以后，我也换好衣服出门。车子七拐八拐后，陈宇去了那家酒店。刚走进酒店大厅，就看到陈宇熟门熟路地坐着电梯上楼。我往下压了压鸭舌帽，戴着口罩跟在他身后。眼看着电梯停在了13层，他刷房卡开门，里边走出来一个女人。刚巧不巧，正好是昨天晚上主动加我微信的苏月，她的微信头像就是自己的照片，所以看到真人的那一刻，第一眼就能认出来。只见苏月柔柔一笑，一脸欣喜地扑在了陈宇的怀里，抱着他的腰身撒娇。站在角落里的我看到这一幕，瞬间四肢发凉，浑身冰冷，心里一阵绞痛，强压住心底的酸涩，拿出手机拍照，甚至录下一段长达几分钟的视频。视频里的陈宇目光宠溺，动作自然地搂着她的腰身，两个人还没等进房间，就啃得难舍难分，忙得热火朝天，匆匆忙忙用脚后跟关上了房门。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我关掉了手机，随后抱着自己的膝盖蹲在了地上，心里一再告诉自己：程宁，想哭就哭，哭完继续站起来，现在还不到倒下的时候。你要学会勇敢地接受生活所赋予你的一切，不论好坏。又过了几分钟，我面色如常走进电梯，离开酒店。
在离酒店大堂点了一杯咖啡，坐了将近2个小时，才看到陈宇神情满足地搂着苏月从酒店离开。仔细想来，他脸上露出的轻松惬意，好像只在刚刚结婚的那一段时间出现。嫁给他的那年，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听不进去家里人的劝说，匆匆忙忙的就和他领了证，结了婚。那时的我，天真的以为爱可以抵万难，嫁给他以后，我一定可以过得很幸福。可是到如今，我才明白，世界上千般万般的苦痛皆因爱而起。回想过去的这5年时间里，这段婚姻带给我的好像只有吃不完的苦，数不尽的委屈和流不完的泪。到头来，我自以为是的情深似海，也不过是一场笑话。说实话，刚刚看到他和苏抱在一起，难舍难分的那一刻，我并没有感到很难过，更多的是为自己感到不值、不甘心。不甘心自己辛苦经营的婚姻，到头来却是这样一个结果。这样的一个结果，怎么能对得起我当初那颗勇敢而炽热的心？脑海里突然回想起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妈会语重心长地看着我说：“你这个孩子从小就犟，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所以呀，过来人的话还是要听。”没经历过的人，感情上头大多都会以为自己会与众不同，会是这个世界上少之又少的例外。哪有那么多偏爱和例外？说到底，2个人能走到最后，都是凭着良心。因为到头来，让人大彻大悟的，却从来都不是所谓的良言忠告，而是亲身走过的路，吃过的亏，还有数不清的错付。即使我再不愿意承认，这场婚姻我已经彻底赌输了。想清楚这个道理，再多的不甘、委屈都会被压在心底，独自忍受消化，直至结疤。也许遇到阴雨天，还是会发痒疼痛，但我相信总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在车上平复了一会儿心情，我打电话给早已辞职创业的前任领导季姐，她这段时间正好在京市拓展项目，中午刚好休息，电话刚刚接通，听筒里传来季姐一如既往直爽利落的声音：“程宁，好久不见。”我笑了笑，开门见山：“季姐，您身边还需要人手吗？如果需要的话，您看我怎么样？”突然听到这话，季姐有些怔愣，随之语气十分惊喜：“程宁，如果是你的话，当然欢迎。只是你确定吗？”之前季姐选择离职的时候，就曾明确表示希望我能继续跟她在她身边拓展公司业务项目。说实话，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可那个时候，我和陈宇已经结婚，为了陈宇，为了这段婚姻，为了不在两地分居，我选择留了下来。这么多年，季姐当初辞职创业的那个公司，在行业内名气越来越大。每次闲暇时聊天，季姐都在游说我向前走一步，无一例外都被我拒绝了。说实话，很多事情季姐比我看得透彻。她曾说过，婚姻关系中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退让，健康的两性关系应该是一起成长，彼此支持。这么多年，对于陈宇的事业，我一直无条件的理解支持，不管加班到多晚，我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留一碗热汤。可这些在他眼里，却成了我没有事业心的证明，和他不再有共同话题。现在，我终于可以义无反顾地跟随自己的心做决定了。以前的我想要爱情，以后的我决定追逐事业。最后的最后，我和季姐确定到岗时间在1个月之后。可能是心里觉得愧疚，陈宇破天荒地在这一天早早下班，还等在单位门口接我回家。
带我去了曾经最爱吃的那家川菜馆。吃完饭，从川菜馆到停车场的路上，夕阳将我们的背影拉得很长很长，长到我以为一辈子都会像现在这样走下去。可是有些事，它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就像碎掉的杯子一样，不管我们怎么努力修补，它都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吃过晚饭，回到家中不久，陈宇的电话就响了起来。挂完电话，就火急火燎地拿起外套，准备往外跑。老婆，公司突然有点事，我得去一趟，你早点睡觉，不用等我。我绷着身子拉住他的袖子，迫切地想要从他的眼中读出些什么。陈宇却像往常一样，以为我只是心疼他的不易，摸了摸我的头发，就转身离开，关上了房门。我拿出手机看了眼时间，已经晚上9点。这个时候出去，到底是去公司，还是为了见不该见的人？我猜应该是后者。陈宇离开后，我拿出为了结婚纪念日特意准备的那瓶红酒，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灌，似乎只有才能麻痹隐隐泛痛的心口。还好，还有1个月，这1个月的时间，我会把一切都放下。闺蜜梦琪发来微信，接二连三的微信提示音响起。宁宁，昨天结婚纪念日过得怎么样？陈宇那么浪漫，肯定给你准备了惊喜。要是所有人结婚都能像你们2个一样就好了。所有人都羡慕我的婚姻，觉得我和陈宇能从校园爱情一直走到现在，一定是爱惨了对方。可他们不知道，爱这种东西是可以伪装的。低头看着手上的婚戒，这是他毕业那年攒了小半年的工资加生活费给我买的。这样看着还挺讽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创业，找了一家刚创立不久的新公司，工资拖欠了好几个月，为了给我准备像样的戒指，愣是省吃俭用，攒了好几个月的生活费才把钱凑够。直到有一天，在公司因为低血糖晕倒，被送去了医院。等我赶到的时候，他苍白着一张脸，还一直在安慰我：宁宁，你别哭，我没事的，就是最近加班太累了。陪在他身边的兄弟对我心生不满，说出了真相。医生都说你是营养不良了，要不是为了攒钱买那个破戒指，你哪用得着这样？听到这话，我当场哭了起来，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陈宇手忙脚乱地给我擦着眼泪：宁宁，别哭，你一哭我的心就乱了，早点攒够钱就能把你娶回家了。后来那个小公司发展越来越好，我们赚的钱越来越多，从出租房里搬进了大平层，全款买了几10万的新车。可当初他求婚时买的那枚戒指，我却一直戴到现在。有一次和梦琪他们一块儿吃饭的时候，梦琪还开过玩笑，问陈宇怎么不给我换个大的戒指。陈宇却笑着说这是我们的定情之物，比任何钻戒都要珍贵。现在想想，不过是在他心底觉得我不配这么昂贵的戒指罢了。婚礼说的誓词至今还犹言在耳，但5年过去，早已物是人非，这个戒指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天早上7点，手机固定闹钟铃声响起。陈宇昨天晚上走了以后再没回来，看着沙发抱枕上被浸湿的一大片，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为他而哭泣。起身换了一身衣服，简单洗漱以后出门上班。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不管心里有多少委屈，也只能压在心底，像平常一样上班。上班前，我给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梦琪发了一条微信，找她咨询离婚相关事宜。没有像电视剧里一样纠缠不休，也不会出现所谓的高富帅执着追求。我的人生
有很多种选择，从来都不止陈宇一个 B 选项。我的人生才不过走了1/3而已。到了单位，打完辞职报告刚交上去，就开始投入工作。政务部门的工作说忙也不忙，说不忙也忙。一上午总是有人过来咨询提交需要办理的手续流程以及证明资料。忙完工作，已经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吃完饭休息的间隙，孟琪打来电话，再三确认我是否真的执意离婚。宁宁，按照陈宇现在的身价来说，离婚其实是一个不太明智的选择。但男人出轨这种事情和家暴一样，只要有第一次，就会有接下来的无数次。你要想好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作为闺蜜，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是啊，我确实应该好好考虑清楚自己以后的路要怎么走。挂完电话以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起身收拾东西。不知怎么，突然想起那个结婚以后有一次收拾家在书房发现的那个被陈宇上锁的箱子。那个时候我们才新婚不久，我总以为如果爱一个人，就应该对于他的过去全盘接受，所以即使明知道那个上锁的箱子里很可能放着全是有关他和前任恋爱的物品，我也从来都没有越矩半分。思绪万千，我还是忍不住找到那一串被他收起来放在书房抽屉里的钥匙，鬼使神差地靠近那个箱子，打开。在这之前，即使做了无数次心理建设，可看到那些关于在陈宇年少时满腔炙热爱意的情书，还是忍不住呼吸一紧，把那些情书放在一旁。我继续向下翻了翻，一本小小的相册，里面只装着一张他特意转身面对镜头，站在他身后不远处的合照，岁月青葱的少男少女，同时穿着一件白色衬衫校服，嘴角上扬的弧度是那么默契十足。在心里不停地问自己，程宁，你到底在期待什么？还是想通过找一些东西证明陈宇心里还有你吗？陈宇那天晚上直到11多才回家，进门看到我还坐在沙发上没有睡下，眼睛里难免露出一丝惊讶。之后心虚地摸了摸鼻子，可能他自己都没发现，每次犯错他都会下意识地摸一摸自己的鼻子，声音低沉地说了一句，宁宁，怎么这么晚还不睡？不是和你说了以后不用等我回家吗？一边说着，一边神色复杂地皱着眉头，脸上表情难得一见的凝重严肃。说完这句话，又好像想到了什么，缓和了语气，慢慢向我走来，想要牵起我的手。我向后一靠，巧妙躲避了他的动作，随后扬起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故作平静地问他，我的手好看吗？他弯了弯嘴角，眼里闪着细碎的星光，十分认真地看了看我的手，目光如炬，好看。你在我眼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不论现在还是将来。我盯着他此刻充满爱意的眼神，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说谎的痕迹，哪怕只有一点点。可他脸上的表情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哪怕半分心虚都没有过，只是他身上传来淡淡的香水味，时刻提醒我自己就像一个笑话。我放下手指，随意地笑道，是吗？我还以为自己已经丑到被人嫌弃的地步了。陈宇，以后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那么你会不会告诉我？他脸上露出一分惊讶，2分慌张，之后又很快冷静下来。一天到晚胡思乱想什么？我怎么可能会爱上别的女人？我爱的女人只有你一个。
我抿了抿嘴角，眼底讽刺尽现。其实季姐说的蛮准确，男人就像狗一样，不管家里的妻子长得再怎么好看，也抵不过外面的一坨屎臭香。陈宇说完刚才那句话，便转身走向了卫生间淋浴。只是在他离开很久后，那股香水味还是萦绕在我的鼻尖，久久不能散去。果然，他还是去找了苏月，宁愿冒着被我发现他出轨的风险，也依旧舍不得留下他一个人待在酒店。我闭上眼睛，敛住酸涩发胀的眼眸，心间再一次隐隐作痛。在这之前，即使我不肯承认，但心底始终还对他抱有一丝期待。可经过今天晚上的事情，我终于明白，这一切不过是我想要自欺欺人而已。最可恶的是，他竟然连一丝愧疚、自责、懊悔都没有。我躺在床上，听着他在床的另外一侧传来均匀平稳的呼吸声，心里说不出的烦闷。堵在心口的那团无名火越烧越旺，凭什么？不过是仗着我对他的喜欢罢了。那如果我要是不喜欢他了呢？这些东西就像一根根细小的针一样，在我身上戳着密密麻麻数不尽的伤口。疼吗？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疼。又是一夜未睡，我摁了摁一夜未眠、隐隐作痛的太阳穴，仍觉得头昏脑胀。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开车回了一趟我妈家。自从和陈宇结婚以来，已经很少回娘家了。一来是因为我爸时至今日依旧不肯承认陈宇这个女婿的身份，更多的是因为陈宇那可怜的大男子主义在作祟。他一直觉得我爸妈不同意我和他结婚，是因为他家条件不好。所以刚开始结婚的那段时间，为了防止别人说他吃软饭的闲话，每天早出晚归，勤勤恳恳地打卡上班，而我则会在每天下班以后为他学着做饭。曾经让我觉得幸福平凡的小日子，现在想想，遥远的就像一场梦，再找不到以往的半分痕迹。回家和爸妈说了我打算离婚的计划，爸妈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没有问我什么原因，只说了一句：“你自己决定就好。”我知道他们是不想给我压力，从小到大都给予我充分的尊重与自由。回家的时候，天色昏暗，陈宇一直等在门口，直到看到我的身影，眼里的担心才逐渐褪去。宁宁，你今天去哪里了？怎么这么晚才回家？给你打电话也不接，让我担心了好久。说完又向我走来，像要像从前一样拉着我的手进门。我不动声色地躲开他的动作，直接向房间里走去。他只以为我今天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心情不太美丽。回到客厅以后，逐步靠近，想要把我抱在怀里安慰一顿，我却直接推开了他，似笑非笑地看着他道：“别靠近我，你身上的香水味太呛人。”陈宇听到这话，脸上的笑僵硬了片刻，随后满眼宠溺：“是吗？可能是今天谈生意的时候不小心沾染上了女顾客的香水味，我一会儿就去冲澡。不过你今天到底因为什么事不开心啊？说给老公听听。”我看着他的眼睛：“我想离婚。”他的眼中写满了惊讶，唯独没有愧疚，还在温言细语地哄着我：“宁宁，生气归生气，不要拿离婚开玩笑。”我抬头直接打断了他的话：“江左路156号橘子酒店13楼，我全部看到了，还要我说的再详细点吗？”那一刻，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苍白，温柔裂成碎片。房间内灯光昏惑，光影照在他的脸上，只见他脸上的神色晦暗不明。他又一次向我靠近，试图解释什么。“宁宁，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我后退一步，眼神冰冷地看着他：“
不是我看到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你说。我听着，每说一句，陈宇的脸色就更白一分，直到最后眼神颤抖地看着我，苦苦哀求：不是的，宁宁，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我嗤笑一声，不是我想的这样，应该是那样，是你情不自禁地和他抱在一起，还没进房间就亲得难舍难分，还是苏月回国以后对你死缠烂打？陈宇，好和好散不好吗？非要搞得彼此难堪。陈宇一脸颓然地看着我，过了好久才声音低低地说了一句：宁宁，对不起，不想和他再做无谓的争执。我只说了一句：如果真的觉得对不起，那就请你同意离婚。他一边跪着一边猛扇自己的脸。我知道错了，但离婚的事情我不同意。宁宁，你才是我想要牵手过一辈子的女人，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一再向我保证会和苏冉断了联系。我闭上眼睛，不再看他。我累了，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你先出去吧。听到这话，他眼中生出一丝希冀，只以为我现在的态度有所动摇，于是顺着我的话，守在了门外。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灯火通明的街道，眼眶酸涩，直到再也流不出泪来。自从知道他出轨的那一刻起，虽然我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但真的走到这一步，还是难免会感到心酸不舍。早晨，我起床洗漱，从抽屉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打开房门走了出去。今天陈宇并没有像以前一样一大早就去公司，看他的样子好像昨晚一直守在门外，只等我醒来，眼里尽是忐忑，小心翼翼中带着一丝讨好。宁宁，你醒啦？我声音平静地说道，这是离婚协议书，你看一下，如果没有不满意的地方，尽快签字。他整个人僵在那里，眼神满是不可置信，还以为昨天晚上我已经放弃了离婚的念头。过了几分钟才缓过神来，苦苦哀求：宁宁，我不同意离婚，我爱的人只有你一个，我会和他断得干干净净，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好不好？我嘲讽地笑着，你所说的爱我，就是连结婚纪念日都忘记，口口声声和你的好兄弟说我恶心，转头和自己的初恋情人滚在一张床上。陈宇，你不觉得这话让人听着恶心吗？说完这句话，我不再看陈宇脸上的表情，拉着昨天晚上收拾好的行李箱走出了家门，搬回了婚前父母为我全款购买的那所公寓楼。如果说婚姻注定是一场赌博，那我愿赌服输。自从那天之后，除了每天上班打卡交接工作，其余时间我基本全都用在了投资自己身上。之前的5年，为了经营婚姻生活，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好在发现的不算太晚，我以为离婚这件事会进行得很顺利，没想到做事一向果断的陈宇却在这件事上变得优柔寡断。又过了几天，等不及的苏月直接找到了这里。那天我刚和梦琪吃完饭回家，刚换好鞋子，门铃声疯狂地响了起来，大有一副我不开门绝不离开的嚣张。透过可视门铃看到了苏月那张妆容精致的脸，转动门把手打开房门，门外的苏月自顾自地扶着醉酒的陈宇走了进来，脸上挂着得意刺眼的笑。陈宇他喝醉了，嘴里一直喊着你的名字，我不放心他一个人回家，只能把他送到这儿来。我目光懒懒地打量了陈宇一眼，眼中还留有几分清明，嗤笑着看了一眼苏月，既然你不放心，就直接带回酒店，像以前一样随时随地发情。
难道不好吗？声音顿了顿，又继续补刀：我这儿又不是垃圾桶，没有收集垃圾的兴趣爱好。苏月脸色一僵，愣在了那里。就连刚才还在装醉的陈宇听到这话，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满眼写着不认同。回过神的苏月当着我的面动作亲昵地捏了捏陈宇的手心，随后看向我，脸上挂着得体大方的笑。程宁，大家都是女人，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也请你相信，我并没有想要插足你们婚姻的想法。之前的事情只是意外，感情里从来都不分是非对错，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第三者。这样说来，你才是那个第三者，你说对吗？说完又拍了拍陈宇，声音好听：宇，我先走了，你和程小姐好好坐下来谈谈。苏月离开后，陈宇嘶哑不满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宁宁，你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不讲理的模样？我转身向房间里走去，身后跟着脚步声。就在我以为陈宇还会像前几次一样想尽办法找借口拒绝离婚时，陈宇将上次我留下的离婚协议书扔在了桌上。我同意离婚，字已经签好了，婚后家里的存款全部归你，也算我对你做的补偿。我拿起离婚协议书仔细翻看，确实像他说的那样，200万的存款全部给到了我名下。我返回房间，拿了支签字笔，签字前问了一句：200万存款全部给我，苏月知道吗？这件事吗？此时的陈宇脸色却骤然阴沉，声音也嘶哑到了极点：程宁，不是所有女人都会像你一样物质现实，舍得放弃8年的感情。听到这话，我气急反笑：有什么好舍不得的？陈宇沉默了几秒：不后悔。我平静地点头，随后将已经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向他那边推了推。陈宇动作有一瞬间的僵滞，探究的目光在我脸上来回打量，低声问了一句：为什么？我嘲讽地笑道：我第一次见到出轨的人会这么理直气壮地问离婚的原因，给你念念不忘的心上人腾开地方，难道不好吗？听到我这么说，陈宇的脸上闪过一丝难堪，伸手接过离婚协议书，却直接撕碎，把它丢在了垃圾桶里。我知道你心里介意我和苏月的事情，我向你保证，这种情况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我连连摇头：陈宇，如果我没记错，你这段时间为苏月支付的酒店费用以及送给她的那些礼物，我都可以以婚内共同财产的名义向法院申请追回。陈宇的脸色迅速沉了下来：程宁，见好就收这句话你该知道的，如果你听话点，我们还能好好的过下去。我长长的叹了口气，连半点和他争执的心气都提不起半分。我刚才说的都是认真的，离婚吧，对你对我都好。陈宇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青筋暴起，嘶吼着出声：程宁，虽然我不明白他现在为什么会这么愤怒，但是我同意离婚，给5年的婚姻画上一个不甚圆满的句号，给彼此一个体面，难道不好吗？直到被赶出房间，门外的陈宇还在拍着房门大声叫嚷：程宁，你不要后悔，以后我再不会主动来找你道歉了。陈太太的位置你不想坐，多的是女人抢着坐，出轨的那个人明明是他，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会觉得我会后悔。周五晚上，办公室其他同事一致商议要去酒吧为我举办欢送会。听说我之后要去外地工作，大家都很舍不得，但为了我有更好的发展，也打心底为我高兴。
劲爆的音乐敲打着耳膜，带给人忘却一切的肆意。我们几个选了一个宽敞的卡座，很快就玩了起来。酒过三巡之际，坐在我旁边的同事突然指着不远处喊了一句：“我靠，那边玩得好刺激！”听到这话，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了过去，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不远处那桌正好是陈宇平时玩的那些人，陈宇坐在正中间位置，隔着太远看不太清脸上的表情，可能是在玩游戏。苏月一脸羞红地坐在了他腿上，右手环抱着他的脖子，动作极其暧昧。酒吧其他围观的人为了看热闹，也跟着喊了起来：“亲一个，亲一个！”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笑，只有笑不出来，因为我清楚地看到陈宇没有拒绝，任由苏月含着一口酒，低头喂了下去。这一幕相当恶心。用手机拍完照片，我走了过去，陈宇和苏月两个人都被我打了一巴掌。当时的场景一度闹得很难看，陈宇的那些哥们下意识地为陈宇圆谎，说是开玩笑。苏月也一脸委屈地解释，刚刚是在玩游戏，而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演戏，说了一句：“想玩游戏可以，等我和他离婚以后慢慢玩。”这句话是认真的，可陈宇却抛下所有人，追在我身后，跟着回了公寓。一路上都在解释：“宁宁，我们刚刚真的只是在玩游戏，这段时间我已经和苏月保持距离了，你相信我好不好？你打也打了，闹也闹过了，差不多点儿就行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和他们玩游戏了，还不行吗？而且你不是也和其他男人一起去酒吧了吗？我也没说什么吧？为什么你就总是小题大做呢？”声音越来越不耐烦，直到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在了公寓楼门口。付完钱后，我冷脸看着拦在我面前的陈宇，目光上移，看着他的眼睛，让开。原来失望攒够之后，从来都不会歇斯底里，而是像我现在这样不吵不闹，目光平静。陈宇可能是被我脸上的表情吓到，酒气上涌涨红的脸有些阴沉，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程宁，有必要这么较真吗？”我反问一句：“陈宇，如果我今天坐在别的男人腿上，嘴对嘴喂酒，甚至更进一步，你能原谅吗？”陈宇整个人僵在那里，一言不发。我上前逼近一步，替他做出了回答：“不，你不能。如果我也和你一样，这么多年对初恋念念不忘，和他举止亲密，在酒店共度两线时嘴对嘴喂酒，你绝不会忍到现在。”声音顿了顿，带着一丝嘲讽：“所以呀，你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要我原谅？”陈宇听到这话，当即反驳：“程宁，你和我不一样，你是女的，会被人占便宜，而我不会。”听到这话，我一脸难以置信。所以你是想说，你和苏月在一起是仗着性别的便利，正大光明的占便宜？你占便宜就相当于我们家占便宜，是这样吗？陈宇被我刚刚说的这些话对得脸色阴沉，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你看，男人的劣根性都一样，被人说中了痛处，就开始恼羞成怒。对于陈宇眼里的恳求，我视而不见，只说了一句：“陈宇，离婚吧，别让人看不起你。”陈宇还是和之前一样，只要提到离婚的话题就装聋作哑，包括他的那些好兄弟都在变着花样的帮忙说和。嫂子，你别和他一般计较，这么多年宇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清楚的呀。只可惜没过几天，风向就变了。自媒体时代，酒吧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也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拍下传到了网上。这样一来，
苏月坐在已婚男士大腿上嘴对嘴喂酒的事情闹得全网皆知，舆论一面倒，几乎所有留言都是在骂陈宇和苏月两个人。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明知道人家结婚还紧扑着贴上去，就这么缺男人吗？男的也恶心，不怕得病。看样子这小三也没有人家老婆长得漂亮啊。这男的是不是眼瞎？刚开始，苏月还在和网友骂战，说他们是一起玩到大的同学，纯友谊。可他没想到，这届网友战斗力惊人，开始疯狂扒他的信息、社交账号，直到他前些年在国外的所作所为全部被晒到网上。原来他之前一直是小三惯犯。如果不是被人家老婆找上门，带人打了一顿，也不会灰溜溜的跑回国。苏月彻底出名了，陈宇也一样，包括和他们两个玩得好的那群哥们也出名了。眼看有女朋友谈婚论嫁的那些全都黄了。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说实话，我心里觉得挺爽。在我和陈宇结婚的这5年，苏月这个名字就像一颗隐藏在皮肤下层的恶性肿瘤一样，越长越大，直到无法控制，表露出后遗症。又过了几天，苏月的所有社交账号全部清空，只是陈宇这个人还是一如既往的固执，咬死不肯离婚。就在我准备起诉离婚的时候，陈宇他妈，也就是那个自从结婚以后就处处对我不满意的婆婆，突然晕倒，被送去了医院。医生建议做手术，可陈宇他妈却怎么也联系不上自己的儿子，实在没办法给我打了电话。我去了医院，可能是生病的原因，陈宇他妈穿着那身病号服，脸色苍白，几近透明。看到我的那一刻，挣扎起身，声音不自觉地咄咄逼人：“程宁，都怪你！如果不是你把这件事闹到网上，陈宇他怎么会躲起来找不到人？他不过就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你为什么要上纲上线？他又不是不回家。”我打断他的话：“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开始办离婚手续了，所以你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如果不是看在你生病的份上，我今天根本不会来医院。”陈宇他妈见我下定了决心，开始哭诉自己的委屈，说自己头疼难过，身体不舒服，还说自从我嫁进陈家这么多年，从来都没有委屈过我。陈宇他妈这么多年一直觉得自己一个人独自把儿子养大，上完大学在大城市安家立业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一直引以为傲。和人聊天时也止不住的得意，能够像现在这样以另一种方式向我示弱，也确实不容易。按理说我应该不忍心的，可我只是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连说几句好听话劝解的心情都没有。您的委屈难受从来都不是我造成的，所以没必要和我说。至于要不要做手术这件事，不适合我来做决定。说完这句话，我正准备转身离开，却看到靠着门框，一脸失望看着我的陈宇。也不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些话，他到底听到了多少。不过事到如今也无所谓了。就在我离开病房，路过陈宇身边的时候，他伸手抓住了我的胳膊，声音透着一股绝望：“程宁，我都和你说了，我会和苏月保持距离，你为什么就是不信，还要来医院刺激我吗？”说到最后这一句，情绪十分激动，几乎是怒吼出声。躺在病床上的陈母听到这话，也换了态度：“宁宁，陈宇他是犯了错，但说到底，这件事的罪魁祸首是苏月，陈宇他只是被骗了。老话说得好，10年修得同船渡，1000年修得共枕眠。你和陈宇从谈恋爱到结婚，整整8年，你真的舍得放弃这段感情吗？”
只要你答应不离婚，我保证陈宇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可不等他说完最后一个字，得到消息的苏月已经跑进了病房，声泪俱下地说她肚子里已经有了陈宇的孩子。听到这个消息，刚才还信誓旦旦的陈母果然犹豫了。陈母装出一副愧疚的模样看着我，宁宁，你也知道我刚刚身体刚查出了问题，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盼着陈宇能有个自己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也只能怪你自己的肚子不争气。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就按照你的心意走吧。病房里，陈宇听到苏月怀孕的消息，直接跪在了我面前，连着扇了自己好几个巴掌，脸上的表情痛苦又悲伤。而我只是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声音平静地说出最适合我们3个人的决定：离婚吧，对大家都好。陈宇答应了，按照之前的离婚协议内容，很快办好了一切手续。很快1个月的冷静期过去，我和陈宇坐在民政局的大厅里，路过一对办结婚的新人，新郎官拿着一把喜糖递到我们面前，嘴里还说着沾沾喜气。只有陈宇苦笑一声，自嘲般说了一句：我们是来办离婚的。新郎官发喜糖的动作僵了僵，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伸手接过2颗喜糖，笑着对他们说：祝你们幸福。同样，离开不适合的人，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喜事，所以不用觉得抱歉。新人对我笑笑，随后走向办事人员面前，办完离婚证，从民政局走出来。陈宇脸上的表情很难看，求我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慢慢的，从一开始的祈求演变成最后的死缠烂打。幸好苏月及时打来电话，也不知道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陈宇挂完电话，匆匆离开。上车前抬头看了我一眼，表情复杂：程宁，你这段时间好好冷静一下，过段时间我再找你谈我们的事情。看着手里新鲜出炉的离婚证，我真的想不到我和他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办完离婚证的当天下午，我就坐上了去京市的飞机，包括陈宇在内的那些兄弟朋友都心照不宣地认为我离婚只是为了和陈宇闹脾气，以后总是要回头找他的。可他忘了，我这个人一旦下定决心，从来都不会再回头。落地京市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注销原来的手机卡，换了一张全新的号码。除了父母亲戚以及关系比较亲密的个别好友，几乎和所有人都断了联系。在之后全身心投入季姐带领的团队项目中，直到3年以后，我靠着积攒下来的项目提成在京市首付了一套房子，正好爸妈也已经退休，打算来京市旅游一段时间，攒了3年的年假，终于有时间休息。回江州市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孟琪通了电话，电话里的孟琪声音吞吞吐吐：宁宁，其实你在京市工作的这几年，陈宇有找过我，我有些诧异，他找你做什么？电话码头的孟琪声音有些气急败坏，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也没觉得陈宇这人精神不正常啊，这段时间就跟疯了一样，堵在公司门口求我告诉他你的下落。还好公司保安把他赶走了。还有苏月那个女人也是个奇葩，明明没有怀孕，非要弄一张假的证明，被陈宇他妈发现，2个人当场就打了起来。刚出院的陈宇他妈哪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差点就没命了。3年都没有听过关于陈宇的消息，乍然听到还有些不适应。我笑着打趣：你都说了，一个精神不正常，一个奇葩，天生一对，做什么事都不难理解。
关于陈宇和苏月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早就不在意了。这样一看，时间还真是个好东西，迟来的深情比草贱。也不知道做出这样一副恶心的样子给谁看。决定回江州之前，我就已经做好了会和陈宇他们碰面的准备，所以再一次遇见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意外，只是没想到第一眼见到的人会是苏月。她和3年前的模样变化很大，脸上的表情就像发了狂的狮子一样，双目猩红，看样子恨不得从我身上咬下一口肉来。就在我准备无视他，装作不认识的模样从他面前经过时，苏月突然伸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声音透着一股狠厉：“程宁，你明明已经和他离婚了，为什么还要出现在这里？我不会让你继续得意下去的，去死吧！只要你死了，一切都可以变回原来的样子。”说完这句话，就从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直直向我捅了过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等我反应过来，陈宇已用力将我推开，替我挨了那一刀，血流了一地。陈宇失去意识之前，只对我说了一句：“程宁，对不起。”那一刻，难以形容的窒息感将我笼罩其中。亲眼目睹这一切的苏月情绪有些崩溃，捡起掉在地上的水果刀朝我扑来，很快就被及时赶到的警察控制住，在了地上。被押上警车的前一刻，他仍然在疯狂叫喊：“程宁，你为什么要回来？你为什么不去死？要不是因为你，陈宇他怎么会变心？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我要杀了你！”受到刺激的苏月还是疯了。陈宇被推进手术室做手术的那段时间，我才从杨少奇口中听到了这3年来他的所作所为。自从我和他离婚以后，苏月一而再再而三地仗着肚子里并不存在的孩子，要挟他尽快把手上持有的妻权变现，还找各种理由阻拦他为亲妈治病。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癌症这种病不止费钱还治不好，没必要为了给他妈治病弄得倾家荡产。人只有在触及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时，才会幡然醒悟。满心欢喜的陈母为了抱孙子，一直对苏月关心备至，嘘寒问暖，到头来自己得了病，却听到这样让人心寒的一番话，心里怎么可能受得了？嘴上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早已存了疙瘩。所以在陈宇出门上班以后，开始指使怀孕3个月的苏月学着做家务。苏月当然不听，直接和陈宇他妈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两人就动起了手，仓皇间露出了衣服掩盖的假肚子。陈宇他妈更加不依不饶，拽着苏月的头发就要把她赶出家门。苏月不肯，用力过猛把陈宇他妈推倒在地上，脑袋被掉下来的客厅摆件砸了一下，差点弄丢了性命。得知这一切的陈宇当场就对苏月动起了手，差点没把人打死。之前和他们一起玩的那些朋友，加上之前发生的那些事情，纷纷表示要和苏月划清界限。这对于习惯被人围在中心，犹如众星捧月的苏月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而他却将所有发生的这一切全部怪在了我的头上。在他的观念里，如果不是我，他绝不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所以天真的以为，只要我死了，一切都可以恢复如初。他还会是那个被陈宇小心翼翼放在心底，迷恋宠溺的白月光初恋。发生的这一切都让人觉得无比可笑。陈宇没有死，只不过被苏月下狠劲儿刺下的那一刀伤到了脾脏，以后吃饭作息都难免会受到影响。苏月也因为故意伤人罪被判无期徒刑。
陈宇住院的那段时间，有很多人都在找我，有他的朋友，还有他老家的亲戚以及他妈，他们都希望我能看在之前在一起的8年时间，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要在这个时候抛弃他。于情于理，他对我的救命之恩，我都应该速医院探望一次。躺在病床上的陈宇看着我，一言不发。我和他说谢谢，谢谢他救了我一命。对面的陈宇却闭上了眼睛，声音有些沉闷：宁宁，你知道的，我想听的从来都不是这3个字。我笑了笑，声音平静地说道：不管你想不想听这3个字，我都要说。如果不是你，今天躺在这里的人可能就会是我，所以这一句谢谢是我欠你的。陈宇听到这一句话，双眼闪过一丝期待。所以你愿不愿意再给我一次？不等他说完，我已出声打断了他的幻想。我这次回来是专程接我爸妈去京市生活的，我在那边已经买了房子，工作也很稳定。你知道的，当初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应该早就去京市工作了。刚说完最后一个字，我只看到陈宇的脸色逐渐暗了下去。离开医院，我带着爸妈坐上了去京市的飞机。从孟琪嘴里，偶尔也能听到关于陈宇的消息。陈宇出院后很快回了公司，只不过因为身体原因，只能被迫接受调岗，远离了核心技术骨干位置。工作内容和我之前在政务系统上班差不多，没有太大的上升空间。这对事业心很强的陈宇来说，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又是一年中秋，正在京市的厨房里和爸妈一起做菜，手机提示音响了起来。洗完手打开手机，原来是孟琪发来的消息：宁宁，中秋快乐。看着他一脸明媚笑意的自拍照，我手指翻动，敲下那几个字：孟琪，中秋快乐。我人生的前30年，总体来说还算幸运，除了和陈宇结婚以后的婚姻生活不算圆满，其他都很幸运。出生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有一对无条件爱我的父母，还有孟琪这样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我身边，无条件支持我的闺蜜。当然也少不了季姐这样的人生导师。想到这里，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抬头看了眼窗外，圆圆的月亮就像玉盘一样高高挂在天上。果然老祖宗的智慧无人能及，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缘起缘灭皆由我心。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